大家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刚刚呢，川普跟拜登举行了2024大选美国现在的第一场总统辩论。那么这场总统辩论呢，吸引了很多人关注啊，包括我们华人朋友在内啊，很多人都在看这场辩论，双方都能说出什么。那么可以跟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现场辩论的两方的 setting 哈。那么川普这边呢，他跟拜登都一样啊，这个在入场之前呢，都要熟悉现场的规则。首先呢，两个人的话筒呢不是都开着的，那一方说话的时候，另一方的话筒是被 mute 掉，就被关掉的。而且两人呢是投币决定谁来第一个发言。那么根据最后投币的结果呢，是拜登第一个发言。但同时对川普有利的是呢，这样的投币结果就是意味着川普可以做最后的总结陈词，就是在最后的2分钟总结陈词里边，川普可以后发言。那这样来讲，往往呢是有优势的哈。那么在现场大家都知道是没有观众的，这一次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啊，没有现场观众的电视辩论，而且是第一次原总统，就是现总统的前任跟现总统进行辩论，这也是第一次。两个人啊也是制造了多数第一次哈。那么还有个第一次，大家可能也能想到，这两个人年龄真的是太大了啊，可以说是现场年龄最大的总统辩论。两个人加起来的年龄呢，已经超过了150岁。川普今年是78岁，那拜登呢是81岁。两个人如果说当选啊，假如说两个人分别当选啊，这假如说不存在这样情况，那么拜登呢卸任的时候可能是86岁，因为他是从明年开始算嘛，那今年81岁，从明年开始算82，那他这个到4年之后他86岁，那川普呢到4年之后差不多是，现在78岁嘛，那83周岁差不多哈。所以说两个人呢，大家关注的焦点就是他们的健康问题是不是还可以，也成为今天的议题之一。那么这一场辩论呢，是由 CNN 主办的，CNN 现场的两个主持人呢，就我看今天表现呢还比较公正啊，相对来讲比较公正，但有一些在问题上，毕竟是这个左派媒体的主持人嘛，所以说给我感觉他对川普有一些细节上，他可能会比较不够尊重，但是呢，整体表现我觉得还可以啊，就是在及格线以上。那我刚才说不尊重，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讲到双方谈各自的健康问题，那川普会说呀，啊，我现在打高尔夫球还很厉害啊，还得过冠军。那拜登现在打高尔夫不行，那拜登说自己可以啊，挥杆什么的都可以。那川普说，我见过你挥杆，我知道你打，对不起啊，我知道你打高尔夫球是什么样子的。那这两边就开始争论起来了。等到川普说我知道你挥杆什么样子，那现场主持人就说啊，你们不要像小孩一样。其实呢，这话是说给川普的，等于说就是你讲这些话都是小孩子打架的话哈，等等吧，就有些细节。还有个细节就是一开始呢，双方进场，那么拜登这边呢，我可以给大家放一下现场的一些画面回顾哈。那这是新唐人电视台同声翻译的画面，我有一些截留。那么两方入场的时候，拜登先入场。那拜登先入场呢，他就跟现场的主持人问好嘛，跟在线的观众问好。那川普这边进场之后也问好了，但是呢，话筒却被 mute 掉，没有声音。我不知道这是意外情况还是故意的啊，所以说这一点细节呢，也是被外界我们大家都捕捉到了。那首先啊，我们就是重点的要看双方辩论的内容嘛，对不对？那第一个问题呢，问的就是通货膨胀，就大家都关心的国内经济问题。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拜登先回答，因为他是第一个先回话的嘛。那拜登回答就讲啊，现在呢，通货膨胀呢比较减弱了，但是物价很高，这为什么呢？他说呢，自己接手经济的时候啊，美国经济不行，自由落体式下降，失业率很高，都非常糟糕。那自己呢说上任之后呢，不断创造就业啊，说川普呢搞得很混乱啊，他接手了一个烂摊子，这拜登的意思。那川普怎么说呢？川普说呢，自己在4年任期之内啊，这个美国经济前所未有的好，别的国家都在效仿美国。可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疫情开始了，疫情一来呢，这个整个经济就不行了。但是川普说他自己成功避免了经济的大萧条，而且呢也没有战争，克服了疫情的困难时期。而且呢，他说啊，自己在任的时候，美国的股市非常好，别人都没有想到。那拜登所谓创造工作呢，是疫情恢复期间创造的。那拜登就说呢，川普
他就回应嘛，因为川普他刚才回应了几个重点哈，他第一个讲自己是遇到了疫情，这最大的重点，遇到疫情，但是呢，他避免了经济的大萧条。那第二点呢，川普讲到自己在任的时候股市非常好，那拜登创造工作是接着他当时打下的基础才有了这些工作。那之后呢，两个人对这方面还有辩论，我们接着往下看哈。那拜登呢就说川普是胡佛之后啊，唯一一个离任的时候工作数量比就任的时候少的。这当然呢跟疫情也是有关系的。但是呢，拜登这边就始终不会提疫情，那川普这边呢就会讲很多疫情的理由。那确实是啊，川普在任时期因为疫情的冲击，对美国经济影响非常大。那这一点呢，拜登在辩论的时候始终没有提，就讲啊，川普在任期的时候，这个美国经济怎么不好哈。那后来呢，川普还说啊，说别的国家都在占美国的便宜嘛，那么就是想让美国给他们付钱。但是呢，川普说呢，他在任的时候努力在减少美国的经济赤字。那拜登这会儿呢，他是拿什么炫耀呢？是在拿疫情之后的这个工作经济恢复之后的数字在炫耀。他说这是一个正常的恢复，并不是说他创造出来的繁荣啊。川普是这个意思。而且呢，川普强调了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我在任的时候呢，我留给拜登的是一个没有通货膨胀的国家，但现在呢不是啊，美国的通货膨胀又非常高。而且呢，川普接着说呢，说自己在减税的时候呢，把企业的税率呢降低了很多。那每个公司呢都有更多的收入和钱呢返回美国，他们有钱了嘛？那同时呢，美国的石油、天然气这些东西又在国际市场大卖，所以说美国赚了很多钱啊，这是川普讲的。虽然说呢，这留给了拜登很多东西哈，但是呢，这些东西在拜登手里都给糟蹋了啊，这川普的观点。而且呢，他说呢，就川普讲啊，很多人不喜欢打疫苗，那拜登在任的时候呢，强制打疫苗，让很多人都不喜欢。而且呢，川普接着把这个现在他经受的审判也说出来了，说现在自己经受审判呢，那拜登把这个司法武器化，但是这个讲起来呢是有一点点偏颇哈，因为呢，这个整个把司法武器化还不是拜登一个人的问题，他有更多的势力在哈。但是呢，你说跟他没关系，但是川普认为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说呢，他说啊，拜登这边呢把司法武器化啊，把他给迫害了啊，迫害自己在美国大选中的政治对手，还把美国搞成了第三世界国家啊，这是川普讲的。提到了有1000多万的非法移民入境啊，这个数字呢，川普不断的在重复。那拜登呢，后来呢，他也就回复嘛，就讲就是说，川普在4年的任期中，把这个美国国债呢推到了一个高潮啊，而且呢，他说给美国的很多亿万富翁啊税率很低，这是拜登很不喜欢的啊。拜登把这个事儿呢拿出来讲，而川普呢这边就不断的往复啊，两边呢就是主要在重复一些观点，就是川普这边呢他没有劫富，拜登的观点就是川普这边没有劫富济贫哈，川普呢就是对富人减税啊，并没有把他的税率提得很高，而且呢。把这个美国经济搞得很乱啊！当然了，拜登这边没有说是疫情造成的美国当时经济的一个乱象。那川普这边呢，其实回答的是比较系统啊。那川普讲的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几个重点，一个就是疫情的捣乱啊，再一个呢，就是说他的股市其实一直都非常好的。那另外一个呢，他在疫情期间虽然说美国经济受到了重创，但是呢，他随后采取措施把它有所恢复啊，这川普强调的。川普整个在第一个问题回答的时候呢，是就是回答比较系统。那拜登这边呢，处于守势哈，一直在反击川普，可以说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那么下一个问题呢，是关于国债的。其实呢，这也是跟这个整个经济有关。这方面呢，我们就不讲了，因为它是整个就是刚才的重点，基本就这些。那么下一个问题呢，下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主持人问的关于堕胎的问题。就说呢，在最近呢，这个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罗素韦德案。那对于这个问题，你们两个人怎么看呢？那川普的回答呢，就是说我同意最高法院的决定，就是把这个否决了，推翻了。推翻之后怎么样呢？把堕胎权归还给各州，各州自己决定是否堕胎。那川普说呢，这就是当初所有的法律学者，所有人都想要的。他说，所有最受尊敬的法律学家啊，都说应该是把这个堕胎权呢归还给各州。而且呢，他说各州的他这个法律都不一样嘛，这样就有更充分的自由选择权利嘛。而且呢，他讲有几个例外可以，就是说，他也赞成堕胎的。
他并没有在其他方面说赞成堕胎，但是呢，他说有几个例外。那这几个例外包括强奸、乱伦，或者是母亲有生命危险，那这样的可以堕胎。他同时呢也攻击说左派这边呢，一个孩子就在母亲的母体里边成长到9个月，甚至出世了，就是从娘胎里出来了，已经出生了，还有的医生呢要给他堕胎。那川普认为呢，这十分的不应该。那拜登就说你这个说法欠缺依据，你的依据在哪儿呢？就拜登否定了，说并没有存在这种你9个月的胎儿或者出生之后的还要考虑把它杀掉。这个拜登把它否定了。但是呢，拜登说呢，他不同意最高法院推翻了罗诉韦德案，认为呢多数人都支持罗诉韦德案，而且呢，现在说呢有的美国的州规定，胎儿呢在这个母胎里边出现6个礼拜就不能堕胎了。但他说呢，这个时候很多人其实还都不知道自己怀孕。他说这个东西可能是有一些漏洞在就以此进行反驳。而且呢，他说这个堕胎的问题呢，不应该由这些我们执政的这些政客来决定，而是应该由妇女对不起应该由医生应该由这些医生来决定。那么川普这边呢，也是做出了反驳，还是坚持他的观点应该给推回到各州去不应该叫这个联邦来决定是否堕胎。那其实呢，跳出来看呢，把这个堕胎权归还各州权，确实是美国传统意义上的一个观点。那么自从51年前的罗诉韦德案之后呢，是把这个整个堕胎的事情呢拿到了联邦层级来做决定。那这个东西呢，就是现在争议还很大。那川普的还是坚持传统的做法，退回各州。那拜登呢，还认为应该把它就是统一管理起来，然后呢，给妇女们一个公平的选择权。这是拜登这边的一个想法就关于堕胎问题，我们就说这么多下一个问题就是两个人呢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论。那这个争论当然是现在美国时下里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那么拜登认为呢，现在的移民呢，就非法越境的这个数字确实是不可接受的。拜登也承认，他说呢，因此呢，加大了边境巡逻的力度，加大了很多人到边境去这个执法的这种强度而且呢，说川普呢这个做法不人道。他怎么说呢？说川普把这些移民的家庭拆散了。比如说呢，有的人在美国已经到了，但是他的父母或者他的子女到了美国之后不能团聚，而是呢被抓起来放回到墨西哥。抓了就放的政策嘛，抓了就放。那在拜登这个还包括在奥巴马时期呢，他应该是在美国境内，但到川普时期呢，抓了放了，他是放到墨西哥，抓起来之后退回到墨西哥这样的。应该讲叫抓了就退但拜登认为呢，这拆散了非法移民的家庭，这不可取而且呢，拜登强调自己在这个在任期间呢，这个非法越境也有减少，但这个得看跟谁比这个东西得看这个数据。那川普呢回应的时候就讲我不知道拜登在说什么。他说呢，拜登其实不需要做任何事就能保证美国的边境安全，但是呢，拜登把边境打开了，现在很多恐怖分子从边境进入美国，这个人呢完全把美国的边境敞开了。那当时呢，他说他在川普政府时期派这个边境巡逻那很成功，说这现在的边境巡逻官很多都支持他自己支持川普，支持他再次成为总统他说呢自己任期内有最安全的边境，但现在是最糟糕的。那拜登说呢，他并没有说当时把这个整个边境搞糟，他否认川普所讲的。而且呢，川普说了很多，就是讲拜登把很多恐怖分子放进来了。那么拜登这边呢，他就反驳说，我没有说否定有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那是有个别的案子就是牵扯到非法移民，但是呢，拜登说呢，你用的这个词很多不对你说很多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是不对的不是很多恐怖分子进入美国不对的。那是其实呢是有个别的，所以川普你这个是描述不准确拜登也在这方面呢表现也比较被动，就在这个问题上，川普也是处于攻势的。那么接着呢，川普也讲到了一些具体的案例，就说整个这个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之后给美国各州带来的这样的犯罪案例的这种飙升。那拜登当然呢也是否定他认为呢并没有出现川普所说的那么严重的问题。而且呢，拜登一直重复一个话，就讲川普曾经说过，说这个什么二战的老兵很多人都是失败者怎么样的。但川普呢也讲说，你这拜登你是撒谎，因为当时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而两边呢就是在这样你来我往中，川普经常说拜登是战争罪犯，
拜登反过来呢，经常说川普说谎啊，两边就不断的在这样的你来我往。那么讲到俄乌战争的问题了，那么川普这边呢，也提到了就是他的观点。那川普就讲什么呢？说他其实川普一直以来重复一个观点，就是他在任美国总统的时候呢，美国在世界上是受到尊敬的，普京也尊敬。所以说呢，如果他在任的时候呢，是不可能出现俄乌战争的。那么拜登在任的时候呢，他让美国使全世界都不尊重美国了，所以说呢，发生了俄乌战争。那么拜登呢也没有去阻止，反而鼓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非常耻辱的。那么普京呢是看到了现任的总统的无能，所以说呢是非常放肆。而且呢，川普强调一个观点，说当时呢那些将军是应该被解雇的，有一些战略决策错误的，包括在阿富汗撤军的时候，美国不是表现的比较尴尬、比较狼狈嘛？因为这个整个撤军的同时，塔利班就占领了阿富汗的首都，甚至呢包围了机场。那川普就说，当时做决策的参与者的这些将军呢，都应该被解雇，但是呢，拜登没有解雇任何一个人，那甚至呢，让一些美军失去了生命。所以说呢，他在俄乌战争还有阿富汗撤军这个问题上呢，都认为拜登能力不行啊，包括哈马斯和以色列的这个问题哈，他说也是啊，重复一个观点，就说反正他川普没有在任嘛，所以说他讲这些呢，虽然说你听起来很气人，对拜登来说很气人，但是呢，拜登也没有办法，因为毕竟川普他没有过去4年做总统，他想讲什么想讲什么，OK，我当时要怎么样的话就不会发生，那他可以随便讲。那么川普呢就讲到了，如果说他在任的时候，哈以战争也不会发生，哈马斯也不会去袭击以色列，因为他认为呢，哈马斯背后是伊朗，而他在任的时候呢，伊朗是没有经济能力了，已经把伊朗给打残了。那么拜登上任之后呢，伊朗又恢复了元气，才有能力支持哈马斯去跟以色列对着干。所以川普是持这样的观点。那拜登呢，就在回应的时候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呢，我这辈子就没听说过这么多胡说八道的话啊，就讲川普。而且呢，说这个川普呢，对于这个阿富汗什么都没做啊，他做了很多，这拜登讲的很多。而且呢，在双方你来我往的时候呢，川普还强调了几个重要的观点啊，对于俄乌战争。一个呢，他说，美国给了乌克兰很多钱，是几万亿美元，但是这个数字哪儿来的？这个他可能是综合的哈。那川普说呢，拜登给了乌克兰几万亿美元，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每次到美国都不会空手而归，都会带很多钱走。他夸泽连斯基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销售员，而且呢，川普说呢，如果是他是总统的话，他可能不会这么做，他可能会考虑一个停战协议，真正的把战争结束掉。他讲啊，乌克兰可能已经没有能力去再打这个战争了，他必须靠支援，不靠支援的话，他维持不下去。因为他说现在很多乌克兰的这个人也少了啊，士兵也少了，整个战备呢也都不如以前了。而且呢，乌克兰很多以前传统的那种金顶的建筑啊，非常漂亮的建筑，现在都没有了，在战争中被摧毁了。那川普说呢，这都是灾难。他认为呢，就应该停火，他会跟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调停啊，真正的推动一个停火协议，让双方啊真正停战，而不是这样耗下去。耗下去的话，他认为对双方啊都不好。特别是乌克兰呢，现在呢已经自己叫的抵抗呢，川普的观点啊，已经没什么抵抗能力了啊。那么拜登呢，就当然了，他是持反方的意见嘛，他认为川普就是说在胡说八道哈。那么他讲了哈，那是给了乌克兰很多支援，但是呢，拜登说没有直接给钱，我给的是武器啊，他在这方面进行了否认。而且呢，他讲就是川普讲过，说这个北约国家不听话，那普京对他做什么都可以。这个是主流媒体经常拿出来攻击川普的。那拜登在这场辩论上呢也提到了，说你川普你也说过啊，北约国家不听话，那么普京对北约国家做什么都可以，这是你该说的话吗？那川普这边呢，当然他也不愿意听到这些哈，那又是对拜登啊进行这样的反击。那么随后呢，两边就谈到了中东问题。那中东问题呢，讲到哈马斯袭击以色列，杀害了很多人，以色列呢随后也进行了报复，也杀害了很多人。那么哈以战争该怎么结束呢？拜登就讲了，他同意了内塔尼亚胡提出的一个方案，比如说啊，用人质换停火呀，或者其他的一些方案。
但同时呢，拜登说他没有给以色列什么重型炸弹啊，给的是别的武器，因为他担心呢，以色列使用这些重型武器呢，会造成更大的伤亡。且呢，他说自己是在以色列遭到袭击的时候下令这个以色列的盟友，包括美军去拯救以色列的，他在这方面也进行邀功哈。而且呢，他也认为哈马斯呢不能再允许他继续去搞这些恐怖袭击了，而是呢应该像拿下本拉登一样去消灭哈马斯的力量。但是呢，对于哈马斯的作战，在这个加沙地带的人口稠密的地方行动呢，应该小心一点。那川普这边呢，他就讲到一个观点哈，他说呢，这边无论是哈以还是俄乌，跟美国都隔着大洋、隔着大西洋、隔着地中海，但是呢，美国的很多盟友，包括欧盟那边呢，这欧盟国家把他们的经济体量捏到一起，它的数量比美国还要大，就体量相当啊。川普的原话是讲体量相当。那么欧盟国家呢，它并没有像美国一样拿出那么多钱出人出力给那么多支援，并没有这样。所以说，美国为什么要当这个傻子？为什么要不断的出钱给俄乌、给哈以去支援战争呢？应该叫欧盟国家离这些哈以离俄乌更近的这些国家出更多的钱。所以川普也讲，我当初呢让北约每个国家去分担自己应该分担的军费，因为本来协议里规定要均摊的，但是呢，北约国家其他的国家并没有均摊。那川普说，当时我叫他们去这么做，结果呢，真的他们就这么做了。很多国家给北约就是开始送钱了，按他们的应该分成的比例去送钱，那么使得北约呢有更多的财力去进行军备的建设。那现在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他说为什么要美国单独隔着大洋花着大笔的金钱去支援俄乌，去支援哈以战场上的这些战士呢？应该在欧洲国家更多的去给他们支援嘛，对不对？所以最后他讲，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拜登太弱了他说拜登太弱，所以说呢，他没法跟这些国家讨价还价造成美国不断吃亏。那么拜登这边呢，当然也不服气他就不断的再重复一点，就是讲川普跟普京就是搞这种暧昧让普京放手去做，去欺负这个北约国家，因为川普讲了嘛，北约国家不听话的话，那这个普京这边对北约做什么都无所谓。那么拜登这边就拿这个话不断的做文章，而且呢，他说川普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说呢，拜登说自己其实已经让很多北约国家在支持乌克兰了。那么，因为那个地方的战争呢，对全世界都造成威胁。那整个听下来呢，就直到这个地方都能看到，就是其实拜登呢，他是一直处于守势的。那川普这边呢，可以说咄咄逼人他讲的很多话呢，也是真的让拜登有的时候会有点就是招架不住。但是呢，拜登这边也会讲一些让川普没法回答的，比如说呢，后来呢，两方辩论谈到了1月6号就国会山的事件，那拜登就说：“哎，川普，你敢不敢现场去谴责一下当时冲击国会山的那些人呢？那些什么骄傲男孩，你敢不敢谴责呢？”当然，川普后来就没有回答那这个问题当然非常敏感，对川普来说，哪句话说错了，他无论左说右说都不对，所以说川普干脆就没说。所以拜登这边呢，也很会挑一些川普的弱点或者软肋去打击他当然，川普整场辩论看下来，还是比较就是占有主动权的那么下一个问题呢，双方就谈到了什么巴勒斯坦是否建国。那川普这边呢，拜登这边呢，都是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那么开始都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呢，并不是说很重要，我们把这个问题略过还有这个1月6号国会山的事件。那么主持人也问了，那1月6号的时候，就是2021年1月6号，不是很多人冲击国会山吗？那主持人就问川普，那这个事件他怎么看？那川普一开始是顾左右而言他说了很多边境安全的问题，那就是讲到 OK， 我当时有很好的边境犯罪率很低。那后来主持人又问你对这个事儿怎么看？那么川普就讲那1月6号的时候，就2021年1月6号的时候，那会儿全世界都尊重美国，但是呢，然后拜登来了，拜登来了之后呢，全世界都不尊重我了，等于说还是没有直接回答主持人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对川普来说确实很敏感。那么再后来呢，川普就又讲了OK，我当年呢
在执政的时候，美国明尼苏达州发生了暴动，我当时派了国民警卫队去评判，平息暴动哈。那么在西雅图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在美国西海岸都发生了，他都是主张调遣国民警卫队去平息这样的暴动。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那些地方可能就毁了。当时呢，他说自己做了很多，而且他说在1月6号的时候，他也主张要调动国民警卫队进入华盛顿 DC， 就是美国首都进行保卫，但是呢被否定了。这川普的理由，他并没有说1月6号这个事儿对与错，他讲自己呀要防止这个事情出现。本身他做了一些行动，但是呢被阻止了。那拜登这边呢，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就反问川普：“你敢不敢现在谴责1月6号那些人？”那川普呢，什么都没说。那当然了，这个事情呢，双方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结果。川普的表达呢，就是讲了很多自己当时想努力阻止事情发生的一些解释啊。但拜登这边呢，就持续的去挑动川普，去谴责这些冲击国会山的人。当然，川普不可能谴责，当然他也说不谴责的话，也会被媒体拿来说事儿。所以川普干脆就什么都没说。然后后来呢，双方的辩论呢就进入到川普就控罪阶段哈。那么主持人这边呢就问川普，上个月呢你被控罪34项罪名啊，联邦重罪，那就是就是说34项重罪吧，还不算联邦重罪，他是纽约州判的啊。那么他就问啊，川普你对这事儿怎么看？川普就讲了啊，我呢想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成功的国家，但现在呢拜登治理下是失败的。那川普就讲到，因为主持人在问川普你被判重罪了，那你怎么看哈？那川普回过头来呢，他讲啊自己把美国变得成功。接着呢，他就讲，其实拜登儿子才是一个失败的人，他才是一个罪犯，而且拜登呢也可能成为罪犯，因为拜登做了很多错误的事儿。那举个例子，他说呢，拜登以前呢告诉乌克兰说，我给你10亿美元，那么呢，你呢就终止一些相关的调查啊等等的。那么就是反过来呢，会把拜登的一些过去的丑事儿挖出来去打拜登。而呢，川普最后讲了一句，他虽然被判了34项重罪，但是呢，自己其实什么都没做错，而是呢，系统完全被操控了啊。他讲这个司法系统，就川普讲的司法系统可能被操控了。他又重复了一遍，说拜登是罪犯。拜登这边呢，就是当然是反驳了，说我什么都没做错，你川普说那都是谎言。那你呢还说过你要对这个美国人进行复仇，但川普说这个话并不是拜登这个讲的哈。那拜登当然他双方在辩论的时候一定会把自己有一些话会夸张夸大。那拜登就讲啊，川普你以前讲过要对任何美国人都进行复仇啊，而且呢你现在呢被指控了罪名，你呢在公民诉讼这边呢就不知道欠了多少个10亿美元了。因为刚才川普刚刚攻击过拜登嘛，说拜登你过乌克兰以10亿美元为代价就停止对拜登相关的调查。那川普这边拜登这边呢就反击嘛，就说你在公民诉讼的在民事诉讼方面就已经被发现欠了多少个10亿美元了，你还说我呢是吧？那拜登紧接着就说了，你川普啊你还跟艳星有关系，而且呢你还是在妻子怀孕的时候跟艳星发生的关系，你这个人道德有欠缺呀。那这是拜登拿这个事儿啊就反过来就砸川普。川普就一句话就讲什么呢？说我跟那个艳星没有发生性关系啊，这一句话否定。然后就说呢，那个判我的法官是一个很糟糕的人，他总想攻击我，大家都知道他错了，所以说我的民调越来越高，因为所有的公众意见都认为我被冤枉了，所有民意呢都认为这个司法是不公正的，所以他在审判我之后，我的民调反而高了，可以说是现在是历史上最高的，因为公众都知道这是一个骗局。这川普的回应啊。那么这两边呢，在这个问题上啊，我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那接下来呢，两边呢还讲到了气候变化的问题。那川普呢，当主持人被问到川普对气候变化持什么态度，那当然了，川普当时所做大家也都知道了，川普政府基本上是否定气候变化的。他虽然没有明说，但所做的事儿让大家看到了他的这个立场哈。而且呢，当时很明显的一个立场就是，川普从巴黎的气候协议里边，几乎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都参与签订了，但是呢，美国唯独没有，他呢退出来了，退出了巴黎气候协议。那川普讲为什么自己当初退出了气候协议，这个在他本次辩论里面呢，川普也有提到。我们马上跟大家就讲哈，我们就先讲，
当主持人问到川普对气候变化什么态度的时候，川普没有直接回答，而讲的什么呢？现在呢，几乎所有的警察组织都在背书我啊，他讲的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主持人呢又追问说：“我现在想问你的是，你对气候变化有什么看法？”那川普就讲什么呢？他说：“我主张啊，空气要是绝对干净的，而且我在任的时候呢，空气就是很干净啊，空气质量是最好的，而且我们各种能源都在用啊，就包括那些化石能源，被这个气候活动者所说的会让气候变化的效应更加剧的这些化石能源，川普呢都在用。他说我各种能源当时都在用，但是呢，当时美国的空气是最好的，而且呢说自己执政的那个4年呢，环境数字都是最棒的。这川普跟主持人讲的哈。而且川普就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从巴黎气候协议里面退出来。他就说呢，那个协议呢，中国不付钱啊，说俄罗斯也不付钱，唯独美国要付很多钱，这是对美国的抢劫。所以说呢，我就退出了巴黎气候协议。而且呢，他也强调了说，现在有一些药品价格降下来了。这个当然了，川普是顺带提到的。他说现在有一些药品价格降下来了，是因为他当时做的。那么拜登现在是来摘桃来了啊，他是很多川普时期的政策效应到拜登时期才反映出来，结果呢让拜登捡了便宜，包括胰岛素的价格下来了。以前呢可能是要几百、400啊，400以上哈。那么现在的单元价格呢，可能就是40或者是更便宜。那整个这个价格下来呢，那川普说这个成果呢不应该是拜登的，应该是我的，是吧？而且呢，川普反复强调一个问题，说呢，现在美国有1800万非法越境的这个非法移民，他们呢都要进入美国的健保系统，会破坏美国原有的公民享用的健保系统。那这非法越境来的人呢，拜登什么福利都给他，给他们像公民一样对待，甚至呢在纽约住着高档公寓、高档酒店，但是呢普通公民却没有这样的待遇。那川普认为这是非常不公平的。这个由这个话题呢，就讲到了啊，双方就引到了健保，就是美国的健康保险系统。那拜登就讲啊，他要怎么样维持这个健保系统呢？就要给富人增税啊。拜登的主张就是说，现在呢，他打个比方，100万的富翁呢，税率可能只有1%。那他上任现在他就主张要把这富人的税呢给增加上去，用他们的钱去支撑美国的健保福利系统，不然的话呢，美国的健保福利系统可能就要垮了。但是呢，他把这个事儿呢，就拜登把这个事儿当成一个很理所应当的事儿，就我给富人增税，维持健保系统。这健保系统呢，同时服务着美国公民，同时又服务着非法移民。但拜登呢，并没有把这个事儿感觉是一个很有问题的，而是当成一个理所应当的，在辩论会上拿出来讲。我想呢，可能在美国社会会引起很大的这个反对意见哈。那川普这边呢，就提到了哈，他自己呢，对于现在的这个给非法移民的整个的一个健保，他认为很不公平。而且呢，这些人都涌入美国，在享受美国人本来应该有的福利，这些事情不应该发生。那川普就说呢，很多事情拜登在说谎，而且说呢，川普就对着拜登说我没有见过你这么能说谎的人，直接当你面来说谎。那川普说我这样的人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还讲呢，说你拜登还好意思谈社会安全？你在任的时候有多少边境的这个安全被破坏啊？多少非法移民涌入，造成美国人的生活不安全？你还好意思谈社会安全？所以说呢，这个川普这边呢，就不断的拿这个事儿啊，在敲拜登，在敲打拜登。当然，拜登这边呢，也会给自己一些数字支撑，来讲自己的政绩多么伟大哈。他讲这个自己的搞这个健保哈，让很多就是没有健保的人用了健保，包括有很多没有资格有健保的人也用了资格。比如说，他说美国呢有4000万人呢是有既往病史的，现在呢他们拥有了健保，是因为他维持了这个奥巴马健保。所以以前奥巴马健保呢就是允许这样的有既往病史的人还能看病，但呢拜登他说呢他现在呢也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呢黑人呢还提高了他们的助学金。这是拜登在讲的哈，他讲自己。这两个人辩论的时候呢，他并不会直接完整的回答主持人的问题，他可能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会讲到其他的一些事儿，把什么事儿都带进去哈，那都会讲进去。
所以说呢，他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呢，都是你一言我一语，可能讲的并不完全是主持人要他们回答的这个答案，可能把别的事儿带进去了。那我是在整个他们辩论的过程中啊，我是做的快速笔记，所以说呢，把这些东西呢给大家分享出来。那基本上呢，就是刚看完我就给大家做了这个直播，所以应该就是说把这个原汁原味的啊，想给呈现给大家。那么在鉴宝的问题上呢，川普的如果说他讲的重点呢，他最重要的观点就是说，拜登允许1800万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破坏了原有的鉴宝系统，而且呢，他对现有的鉴宝系统呢，他也并不满意。那拜登呢这边当然就是辩护嘛，那么这个事情之后呢，双方又谈到了毒品的问题。毒品问题呢，川普就讲自己在疫情发生前，毒品问题已经控制得很不错了。但是呢，疫情发生之后又出现了这样毒品危机。但是呢，他出台一些措施，让这个危机得以改善。比如说呢，他说他引进了一种狗引进了一种对毒品很敏感，他在边境检查毒品的时候，那个狗就能闻出来。他说引进了一种狗，还包括其他的一些措施帮助美国减轻毒品问题。反过来再讲拜登，拜登呢，他在毒品问题上没做任何事，而且呢不敢说中国。他说拜登跟中国有说不清的关系他不敢说中国，所以说呢，在这个毒品问题上，拜登呢也没敢做什么，因为毒品问题主要是很多这个芬太尼是从中国进口的，是这个情况。所以呢，拜登这边当然了，对川普所讲的不服气嘛，双方就你来我往又是进行了这样的对话。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应该说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们两个人都这么大岁数了主持人问说你们两个人呢年纪都很大了，拜登你呢都已经是81、82了，那么川普你呢也78了，那你们对你们完成第二任期有任何信心吗？那拜登就说呢，我虽然现在年纪大，你们说我年纪大，但是呢，我的生涯有一半是在美国参议院，而且是美国参议院里最年轻的。确实拜登当时当选参议员的时候，第一次当选参议员的时候，他是美国最年轻的参议员。那你们说我以前生涯有一半的时候，我把年轻时光贡献给了美国，都是参议院最年轻的，现在你们却嫌我老了这不就这个拜登就讲你现在就嫌我老了吗？而且呢，他说自己呢把川普的烂摊子虽然年纪很高，但是呢把川普的烂摊子给扭转过来了而且呢他自己呢也没有见过像川普这么讲话的人，他有资格做总统吗？拜登呢就是做出了很多反问，而且呢是现在呢，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每个人呢都能相信他，他说自己呢可以做好意思呢就年龄不是问题，你们不用担心。虽然我这个第二任期卸任的时候都快90岁了，但是呢我还是能做好的。拜登呢就是给主持人这样的回答，但是呢川普这边的回答呢就是比较直击本质川普对自己年纪大的问题呢是这么说的，说呢我的健康记录都是公开的，我希望呢，拜登也这么做把他的健康记录公开。但是拜登呢，他可能连测试的前5项都没法通过。那川普还说呢，自己呢赢得了高尔夫球的冠军，现在呢身体健康情况非常好。那川普说自己呢简直就像25年前一样而且他自己也愿意做健康和智力测试。说拜登你敢吗？那拜登这边呢，当然了，他不会在嘴上服软嘛。那拜登没有说自己敢做智力测试，就像刚才他问川普你敢不敢谴责骄傲男孩，川普没有回应一样。那川普在问拜登你敢不敢做智力和身体健康的测试，敢不敢公布这些健康记录的结果，拜登依然没有接话他也不敢说。但是呢，拜登反问川普一句，说呢，你看川普现在这样的身高，他的体重有223磅拜登说意思就是说他很这个身体的身高和体重严重不协调他可能有健康的危机而且呢，拜登说我可以跟这个人比赛。就说呢，川普你如果你自己背包的话，你那个打高尔夫还行吗？他意思川普，但这个问题问的我觉得有点奇怪谁打高尔夫球还背着包呢？那当然了，这个我就回到了我一开始直播跟大家所说的，主持人说 OK， 你们两个人就不要像小孩一样，就是你们不要像小孩一样去争论了。为什么呢？因为川普就说了，你打高尔夫球还行你打高尔夫球就你那个挥杆我都见过，你那个挥杆根本就打不了高尔夫那在这个问题上呢，两个人就是最后真的争论的就像是6岁的孩子一样。
那么主持人呢在结束前又追问了川普一个问题，他问呢，川普你会接受选举结果吗？那川普说，如果这个选举结果是公平的，我愿意接受。但是如果说不公平的，他就讲了很多很多哈。那为什么要？而且他就讲了呀，1月6号的时候，当时很多人冲进了国会大厦，那很多人是被引导进去的。那川普讲呢，我希望选举是公平的。他说，我如果不竞选总统，我会在世界任何地方享受自己的生活，也不会受到不公正的审判。他说呢，美国现在呢是个失败的国家，不断的在堕落，就是因为政策非常糟糕，军事政策呀，各方面政策都是很糟糕，简直是疯了。而且呢，他说现在拜登呢会让美国，会让全世界驶向第3次世界大战。说啊，什么现在的金正恩呐、习近平啊、普京啊都不尊重拜登。那这边呢，就是川普就讲了是否接受选举结果这事儿，那拜登就讲了哈，这个川普呢，你这个意思呢就是不接受，你没有勇气接受失败，你是一个不敢接受失败的人啊。拜登就是用这个话来刺激川普。那在最后呢，我给大家再简单讲一下两个人的梳理一下两个人讲话的重点哈。首先呢，年龄上，那拜登说呢，川普只比自己小几岁，但是呢，能力差很多。不知道拜登这个根据从何而来啊？而且呢，他敦促选民看看川普的记录。那川普呢，则是呢向拜登发起了认知的测试的挑战，说你敢不敢做智力和健康的测试啊？川普当然了，这个一直在追问，那拜登这边也不敢回话。那社会保障方面呢，两个人的观点是，那拜登这边呢，他是想让非常富有的人来支付更高的税款，来支撑社会保障体系。那么拜登还说呢，他希望自己能做到这一点。川普呢在这方面并没有提出特别明确的主张。那关于法院的这个案件，那拜登呢是不断的在攻击川普，说川普是现在在这个舞台上唯一被定重罪的一个重罪犯，就是在跟我辩论的这个人就是川普，就是他啊。拜登就是不断的拿这个现实问题在捅川普。而且呢，拜登呢还把这个川普的道德问题拿出来了，说川普道德有问题啊，川普跟这个艳星发生了性关系，而且呢是在他妻子怀孕的时候发生的，而且呢还给了封口费等等等等。那当然了，川普就是否定嘛，川普一句话否定，说我没有跟那个人发生性关系，而这个案件被炒作起来是因为那个法官有问题对于这个现在正在进行的法院案件的审判呢，双方的回应是这样的。那另外一个就是1月6号的事儿，那当被问到川普是不是在1月6号这个事儿上没有什么作为的时候，川普呢他就否认自己应该对这个事情负责。他说呢，当天他要主张派出10000名国民警卫队到美国首都进行这个保卫的工作，但是呢被拒绝了这是川普的回应。那么拜登呢，则是指控川普说，川普鼓励人们去国会山，而且呢，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面坐着观看了3个小时的国会山事件当时的直播。而且呢，他说，川普的副总统他们这些人呢，共和党同事都呼吁要川普做点什么，去结束国会山当时的事件。那么他说呢，川普什么都没做而且呢，川普说这些冲击国会山的人是伟大的爱国者，这是拜登针对川普的指控。这个问题上呢，就双方也是你来我往哈。那么在移民问题上，再给大家总结一下，移民问题呢，那拜登呢，当然就是讲自己达成了一些协议哈，但是呢，在参议院被否决他批评川普是边境也没做好，不知道这个拜登的批评从何而来哈。那拜登也讲到了自己呢，其实整个边境问题没那么糟糕在任内呢，边境这个问题也有所缓解。但像我刚才说的，他说有所缓解，那得看是跟谁比哈。那么川普当然这边就说了，那你拜登在任的时候，这个美国边境现在问题太糟糕了这个问题我想就不用再多说了哈。那还有一个就是阿富汗撤军的问题，那川普呢就在讲到，在他如果是美国总统，那么哈以战争俄乌战争这都不会发生，而且呢，普京会非常尊重美国这都是川普在讲到这些战争问题，包括
阿富汗撤军的时候，川普讲到的。反正川普就是一句话，就如果他在任，这些事儿都不会发生啊，什么哈以战争、俄乌战争、阿富汗撤军，这种对美国的尴尬都不会发生啊。那拜登呢，当然他一句话来讲呢，就是说川普你在撒谎啊，这些事儿你在胡说八道啊。拜登几乎是重复了多次胡说八道啊，在整个他的辩论的过程中。那么关于经济呢，两方的辩论呢，也是如果用一句话总结的话呢，就是川普讲啊，你拜登是在摘了我的桃儿，而且呢，你所谓的疫情后的经济恢复，只是大家把自己疫情前丢掉的工作又捡回来了，是这种恢复性的，并不是你增加上的啊，繁荣起来的。那拜登这边当然否认了，当然说他说自己做了很多，双方呢对这个事情啊也是进行了这样的很多的你来我往的辩论。那么综合来讲呢，整个辩论下来，像我刚才说的，川普呢基本上是处于比较攻势的状态，拜登呢处于守势，而且拜登整场下来呢，感觉他精气神啊明显是不如川普，而且呢，川普在攻击他的时候呢，拜登的表现呢是很生气，啊，这个皱着眉头，然后瞪着眼睛看着川普。但是川普这边呢，应该是团队商量过了，因为我之前就看过一个报道，川普呢对于本次辩论不只重视内容，也重视自己整个的这个表现，所以说他对整个舞台的设置，对于他讲话这个讲台的高度，对于他现场的表情、眼神，这都跟团队都商量过的，都做过这方面的准备。所以说，当拜登攻击川普的时候，川普的回应是微笑的，多数时候是微笑或者摇摇头，并没有像以前抢话。但是现在也没法抢话了，因为话筒他不发言的时候是被 mute 掉的。那这一次我们看到呢，话筒被 mute 掉，确实对于整个辩论过程呢，它是有帮助的啊，确实是有帮助的，让这整个辩论过程呢比较清晰。不过呢，就是对于观众来讲呢，会少了很多趣味哈。毕竟川普不断的去抢话、去回应啊，或者拜登这边马上也可能会做一些回应，这边双方的这样的攻势呢，会更凌厉一点，观众看可能好看一点，但对整个两边的政策陈述可能没什么帮助。所以说，把这个话筒 mute 掉，就是你说话的时候，对方的话筒要 mute 掉，这个做法呢，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哈。所以说，拜登这边他在整个辩论过程中，我感觉他的讲话很多是在对川普、对拜登的指控啊进行解释、进行反击。但川普这边也有了，但整体看下来，拜登是相对比较被动一点，那川普呢是会更主动一点。那当然，左派媒体我相信啊，肯定会有他们的说法啊，他们可能会认为，OK，川普可能避重就轻，一些事情没有谈到啊，不断的在亮自己的成绩单。不断的在讲自己的优势，把很多关键问题给回避了。那其实拜登这边当然也回避了一些关键问题，包括对自己年龄，川普发起的认知挑战啊，就是做认知测试嘛。那你做一个智力测试啊，做体能测试、健康测试，你拜登敢不敢呢？拜登也没有回答，也没有接话。所以拜登这边也是有。所以我们看接下来主流媒体的报道，他们都会怎么说吧？我相信啊，这个议论也会非常的热闹。那么主流媒体呢，我预计呢，应该说这场辩论呢，它可能会趋中，就说这两边呢表现差不多。但是呢，我相信啊，如果是一些保守派媒体，可能会对川普呢进行一些赞赏，认为川普可能表现好一点。不过就我个人来看呢，整个表现下来呢，确实川普分呢要比拜登啊综合表现分要高一点，而且包括川普在拜登在攻击他的时候，那么川普的表情，像我刚才讲的是微笑的。多数呢都是可能是轻蔑的笑哈。那拜登这边呢，那就是皱着眉头瞪着眼睛，那这个整个风度上呢会不太一样。但是当然了，川普的讲话风格依旧是川普那个样子，就是让左派的这种，就是美国很多学术精英从大学里出来的学术精英看不起的那种。因为川普讲话很像这个美国普通人或者是农民哈，他的这种可能相对学术精英来讲，可能有点粗鲁的方式。所以拜登在辩论过程中啊，多次说川普，你讲话那个样儿，还好意思出来讲，我没见过你这样的总统啊，没见过你这样讲话的人。那川普当然他也不是不服气嘛，但是川普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对拜登做回应啊，川普什么都没说。
那拜登呢就多次说川普，你这种讲话风格我就没见过，没见过你这样的总统。其实呢，拜登的观点代表了很多学术精英的观点，很多人瞧不起川普的说话风格，因为英语呢，他这种修辞啊，他讲话的这种句式的排列啊，也非常讲究的。普通人讲话跟受过高等教育的或者在社会上流的讲话的风格就不一样。那川普的讲话风格呢，就比较贴近普通人。那对于拜登这样的人呢，就会觉得你讲话太没水平了，大老粗。但是川普讲话呢，却对很多美国普通人觉得很爽快，觉得确实非常直接的表达出了他们心中所想。所以说川普支持率很高嘛，因为很多人觉得川普说了他们心里话，就是老百姓的语言，做老百姓想做的事儿，这就是川普他现在的选战策略。那拜登呢是传统的精英政客，他可能呢对于美国的很多的政策非常了解，对美国的国家运作非常了解，对于美国盟友啊如何维持啊，或者玩一些政治游戏、政治手段啊，这些也都很会。包括给中共嘛，大家也看到了，拜登对中共也不是说完全就是说，对他很回避啊，不敢去对中共处理什么，他也处理了一些，也做了一些政治操作，而这政治操作呢都很巧妙，那是他的一些政治经验促成的，那他是有这些优势。但是呢，川普这边呢一样，他也有他的优势，所以两边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呢，最重点的一个竞争的一个点呢，那就是年龄啊，健康，这是一个非常重点的，大家不要觉得很就是一般的问题。其实呢，拜登今年已经81、82了嘛，虚岁82了。那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其实美国左派的，就是这个自由派的这些人呢，也得想一想，他到底能不能胜任。最近呢，还有一次拜登跟奥巴马一同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那在舞台上就僵住了。那奥巴马是把拜登给领下去的。那这样的人，他的认知能力到底在不在线？我觉得确实应该做一个测试。那川普在整场辩论的表现，在现场的表现，我们也看到了，确实在健康上要比拜登啊更胜一筹，这确实如此哈。那么我给大家呢，基本上就分享这么多哈。我看各位呢在留言区也是有很多讨论，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那么最后呢，我给大家分享一段广告啊，我们这个商业广告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是普瑞堂植物鱼油。那这普瑞堂植物鱼油呢，现在跟以前呢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它现在在搞一个活动。那节目到这儿呢，再跟您节目到这儿呢，再跟您分享产品普瑞堂的产品，无论是鱼油还是人参，买满$500，那么您呢就可以得到一根免费的普瑞堂玄宝黑参的原参，就一整根人参，它会赠送你，只要你购满$500。所以说鱼油的话，差不多$500可能是6盒左右哈，您买6盒左右就可以得到一根赠送的黑参，因为您可以看一下价钱。只要是购满$500就可以。那现在呢，我给大家放一下这广告，而且呢，在美国境内$70啊，应该$59就包邮了。在台湾和香港是$70包邮，在美国境内$59就包邮了。这个应该是，哦，对，您使用我的这个优惠码，其实呢，这个优惠都更多哈，不只是包邮的问题。您使用我的优惠码 DY2023是。现在给大家放一下广告。普瑞堂植物鱼油，普瑞堂植物鱼油有血管清道夫的美誉，对保护心脏、降血压、降血脂、缓解炎症，甚至眼睛保健都有很好的功效。而且跟市面上很多类似产品不同的是，这款健康品、保健品不含有对身体不利的东西，对所有人都适合，包括爱美的女性，既可以内服保健，甚至也可以外用当护肤品，也是馈赠亲友的很好的礼品选择。我会把购买链接放在今天节目下方，您点击链接之后啊，在购买时输入优惠码 DY2023，就能享受全球免费邮寄。普瑞堂植物油的原料包括马齿苋还有紫苏籽，产自韩国的黄梅山，这里被严禁使用化肥农药，非常清洁，而且制作过程采用了低温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比大多数通过分子蒸馏技术获取 Omega-3的方式要好很多。不会产生不必要的异物或残留物，而且这种提炼方式啊，可以得到高浓缩纯净的 Omega-3679，保留其天然的药用特性。
Omega-3对人体有众多好处，对心脏、心血管、脑部及骨骼尤其有益。Omega-6可以保护细胞，促进免疫反应，还有血小板聚集。Omega-7和9都有抗氧化作用，帮助维持消化道机能，调整体质。美国德州一位65岁白人夫妇坚持服用普瑞堂植物鱼油，大约90天后，两人的胆固醇和血压都降低了，夜视能力也得到改善。洛杉矶87岁华人黄女士坚持服用2瓶之后，胆固醇回归正常水平。韩国一位55岁的安女士手脚发麻的症状得到改善，晚上睡眠也好了。那最后再提醒您，点击我节目下方的购买链接，再输入优惠码 DY2023，就能享受全球免费邮寄。同时呢，还有普瑞堂玄宝黑参，分为口服液和黑参原参2种。那2种产品的黑参原料呢，都是经过400年古法纯手工制作，9蒸9曝，营养吸收是一般红参的6倍，适合体虚繁忙、压力大、重体力劳动者，还能抗癌抗炎、补肾强心，促进头发生长、益寿延年。我也把这个产品的链接放在节目下方，购买时输入 DY2023，同样可以享受全球的免费邮寄。好，跟大家说这些哈。那么拜登呢，其实我还想最后补充一下拜登整场表现可以说不如对手，而且呢，他在整个这个回应的时候呢，也不如川普流畅。所以呢，其实已经有人质疑拜登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提示会不会有一些？因为本来规则要求是不能有提示的，这只是一些网友的质疑怀疑拜登是不是会有提示。当然了，这个很难讲，因为拜登毕竟现在年事已高嘛。那川普会不会有提示呢？当然我们也不知道。现场的规则是要求2个人呢只给一个人一个垫板、1张纸、1根笔，然后呢1瓶水，这是2个人的配备，就带着这2个上战场了。没有字幕机，没有提词器，也没有你可以打小抄的什么东西，这都没有。规则是这样讲了，但实际有没有呢？这个当然咱们也没法去核实跟大家呢就讲这么多。好，那今天直播就到这里那我们接下来节目再见，拜拜。欢迎大家去买这个普瑞堂植物鱼油这产品确实很好，很多朋友给我反馈都讲它这个服用之后效果还挺明显的。那么用我的优惠码是免费邮寄全球免费邮寄。这个产品呢，您购买$500，包括普瑞堂的玄宝黑参原参的，或者是玄宝黑参它的口服液都可以，只要你购买$500，就都可以得到1根赠送的普瑞堂玄宝黑参的原参，一个赠品，也是挺难得的。那根人参挺贵呢，那是高丽参，而且是7年生的经过9蒸9曝，然后呢，经过非常古法的复杂的工艺做出来的。那拿到1根尝一尝，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体验。那也是呢，经常的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这个普瑞堂植物鱼油，确实呢是有它的好处那么，因为我们做这些产品呢，也是要经过调研的。如果是一般的，或者说是它效果不好的，也不会说给大家推荐出来。所以一定是保证它的效果，觉得不错，所以不断的在节目中跟大家去讲嘛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到这儿不多说了。大家呢，在美东的早点休息，在台湾的呢，您这边也到中午了，不知道是不是中午吃饭了。那么节目呢就到这儿，拜拜。